大家好，晚上好啊！这个我的眼镜呢，这儿呢。这个退订前看一起，依依不舍。那为啥要退呢？或者说换个账号再回来呗？这个苹果退出电动车制造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这个回头可以专门录一期节目来讲一讲啊。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就是苹果做电动车这件事儿呢，其实苹果自己从来没有宣布说我在做电动车。对吧？但是大家会通过比如招聘信息啊，或者通过一些职位的设定，猜测他在做电动车。哎，然后每过一段时间呢，苹果就会把这个电动车的一些人裁掉啊，或者有一些人就会离职啊。那么大家说哦，苹果不做电动车了。又过一段时间，可能苹果又招了一些做电动车相关的人，比如从特斯拉再挖两个，然后说哦，苹果又要做电动车了。所以呢，它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在循环往复。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说啊，这个苹果你看它发了一个公告说，或者内部发了一个通知吧，但是大家注意啊，苹果是一个非常注重保密的公司，对吧？它内部发各种的通知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对外讲的啊，就是苹果也不会承认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这种事情呢，就是呃，现在这个阶段，你说苹果说我现在想做还是不想做，还是怎么样，对吧？这个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啊。但是苹果现在呢，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它还是要更保守一些吧。就是你们看看特斯拉的股价，你说为什么它现在要去趟这趟浑水呢？啊，所以现在它退出这个事儿本身算是情理之中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什么呢？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呃，号称是2000多工程人啊去做 AI，这个就属于胡扯了啊，纯胡扯。你就这么想，做电动车的人让他去做 AI，这事儿他靠谱吗？你们觉得这种事儿他靠谱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吧？所以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呢，在就是觉得苹果应该做 AI 了，对啊，所有人都觉得苹果应该做 AI 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这个让苹果去做 AI 就好了啊！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这个事儿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啊。好，苹果战略调整是对的，AI 比车更有潜力。但是你真的认为做电动车的2000人可以去做 AI 吗？这个 AI 肯定是需要干的事情，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它是这么个玩法吗？它不是这么个玩法，对吧？晚上好啊，这个而且咱们这么想吧，就是国内很多做 AI 的公司也就几十个人，电动车市场是不是达到瓶颈了？自动驾驶技术达到 L4，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这个是这样啊，就是电动车市场距离瓶颈这件事儿呢，我其实一直不认为会存在一个物理的瓶颈，对吧？这个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不买电动车了吗？其实也不是啊，在国内卖的还挺好的呀。国外呢，其实很多地方是因为他们自己造不太出来，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对这个中国产的电动车、中国产的电池进行限制，啊，这个事儿再去干啊。然后其他的呢，是怎么说呢？这个呃，如果中国电动车厂商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我愿意降更多的价，啊，那这个事儿还是可以的啊。好啊，咱们再看其他的还有什么啊？L4啊，L4，我觉得 L4的过关不是技术问题，L4的过关是法律和道德问题。这个 AI 翻车啊，谷歌 AI 翻车，这个可以闲聊两句啊，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再把这事儿再单独拿出来讲了。苹果那个我回头看看是不是还可以再单独讲一下，看看其他的一些信息吧。这个，但是他那个很怪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黑人马斯克，然后黑人国父，好多这些照片呢，其实在 Gemini 去可以画图之前，我就见过这些照片。这些照片是谁画的？这些照片不是 Gemini 画的，这些照片是 Midjourney 画的。在 Midjourney 里头那个图，它里头都出现过，就特别是那个
黑人马斯克那张图，那个是我自己都看到过提示词，我自己画过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那个图真的是一模一样。甚至我还看过一个提示词叫黑人马斯克的将军那个什么那种非洲独裁者，我手里还画过一张呢，对吧？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我现在感觉是，Gemini 可能是拿了一些 Midjourney 的图去做训练了，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点太政治正确了啊。这个谷歌这个公司确实是有一帮的很政治正确的人组成的一个公司。然后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是在谷歌还是在哪儿，他就是说有一次突然发了个通知给他们，什么通知呢？说你上厕所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异性进来，对吧？或者说你这个不太能够判别清楚性别的人进来，在这个时候呢，请千万不要惊慌，对吧？他们可能是对自己的性别有一些特殊的认知。你要在国内的话，你比如说你上个厕所，突然来了个异性，那肯定就是一嗓子就挠起来了，说哎呦抓流氓，对吧？但是在谷歌就会专门发一个这样的通知，要求你去对这个事情予以容忍啊，这个，所以他这个有点过了，他就是。而且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去做这个，呃，演戏啊、拍电影啊，现在都是什么黑人都要把所有好角色都上一遍，对吧？就是我们不尊重历史，我们不关注事实，然后我们就是要求这个黑人都要来一遍啊。但是你这个事情到谷歌这儿呢，你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翻车了嘛，他就不允许你这么去做了嘛。再看啊，这个 Gma 开源了，本地安装可以离线使用。是啊，我在用 Gma 还是挺好使的。这个，但是我最近感觉比较好用的那个模型还是那个叫 Mistral 啊。最近今天好像一堆的那个叫 Mistral 的那个新闻，因为微软投了它。在我看网上还有一种方法是用 Web UI，用 Docker，把这个 Ollama Web 化，我试了好用。但有时候会断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真没必要上 Docker，你直接把它挂在本地就完事儿了，对吧？挂个 Docker 还麻烦。然后呢，你也没必要上 Web UI，然后就直接那个什么，这个在本地去用各种的这个插件都挺好使的，或者是你把它启动的时候起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的那个。就是0.0.0.0啊，就是你不要它默认启动是127.0.0.1嘛，你启动到0.0.0.0，你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去用这个东西。这个比亚迪秦已经又降价了，掀桌子了，这个它不算什么问题。我在下载还没有用啊，看了0度解说，好吧，挺好使的，挺好使的啊。早上好，哎，这看来是在美国的政治正确，都是少数人嗓门大，是的。比亚迪为何卖这么好，股价却跌这么多？这个股价这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啊，打卡先点后看，是的啊，大家记得点赞啊。这个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我看到它那个大模型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太哗众取宠了啊。这个叫Genie 啊，还是叫应该怎么念这个词？就是你给它幅画，它就给你直接做出一个游戏来，给你做出一个世界来，那个有点太过了啊。这个Mistral 好用啊，很明显。对，今天我还在那个上头下了一个30几 G 的、20几 G 的叫 Maxtra 还叫什么？就是7B×8的一个这个 Mistral 的这种大模型啊，据说是更好用。我刚才在我的电脑上跑了一下试试，这个稍微问2个问题，然后我的 MacBook 的这个M2 Max 的风扇就响了。很吓人啊，而且很慢回复出来。Docker 好啊，这个因为我有 NAS 有 IP，NAS 上跑这东西是跑不起来的啊，你的 NAS 上是没有显卡的。怎么看啊？Twitter 这个李老师说用华为手机和最新的国产手机这个事情，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李老师对于技术和这种运作方式可能还不太了解吧。这个当有人向这个国产手机厂商要求这些数据的时候呢，他们肯定会无条件配合。但是呢，这个通常不是这么干的哈。
这个 RTX Chat 也现在是试用版啊，这个我现在把 RTX Chat 装上了，它不让我用啊，它因为我的那个3060是阉割版，只有6G 显存，它不让跑。Mistral 这个练英语陪聊太舒爽了，好吧，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对。但我现在用 Mistral 第一件事就是先告诉他说，请始终用中文回答我的问题啊，这个还是不错的。Open Web UI 会断是，要把 Keep Alive 啊，这个看来还是有一些这个要处理的东西。比亚迪双标嘛，国内一个标准，国际一个标准，是这样的。比亚迪所有出口到国外的车用料都要更着实一些。好 ，NAS 加 Web UI 是可以的，好吧？啊，你把 Web 挂在 NAS 上了，我觉得真的是没什么太大必要。好，我们来做今天的老范读评啊。第一条，腾讯终于放过了 Switch， 帮这个 Mega Switch 补个资料。按官方自己的操作说明，基本上这个东西用起来相当的麻烦。首先，它得用 Mega Switch 加的机器去导出实体卡的档案，再备份到 TF 卡上，或者你一台破解回去，要是一个不小心就有 DLC，应该是也搞不了啊。最后，如果导入的游戏片和原片，如果2片同时玩的话，那只能喜提砖块了啊！都有这么多功夫，大人还是老实存钱，小朋友努力做家务。哈哈，现在二手片也没那么贵啊。结论是，后来者怎么不知道？但是这个版的烧录卡应该没戏啊。这个感谢这个朋友提供的信息，因为我是没有买过这个 MG Switch 这个烧录卡。再往后啊，这个腾讯终于放过了 Switch， 说任天堂的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更封闭一些的系统，应该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即使换了代理商，也不见得好转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位朋友说的是有些道理的啊。任天堂确实是一直相对来说封闭一些。哎呀，北京又要降温，继续。有人说了，大厂待了 N 年，发现有个问题很难解决，就是当公司在行业内到一定级别，那么管理层对业务的要求就一定要做大做极致。这种状态是内生的，可能管理中层和基层都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只要老大不发话，下面就只能用一种价值观去引导所有的业务啊，直至走不下去，必须从管理层开始，就有砍自己一刀的想法，公司运营才有空间。跟围棋很像，下着下着就成了臭棋篓子了还没法改这位朋友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我以前的公司也是这样的必须要做大做极致，然后这个超出用户预期，我们以前要求的是超出用户预期。对吧？而且还要叫结果导向，我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个文章叫给阿西亚的一封信还是什么，我忘了是在这个大学英语还是在什么里头有一篇课文叫给阿西亚的一封信，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很薄就是特别特别薄的一个小册子。我记得我的老板就是专门给公司的每一个员工买了那本书给大家看，然后那个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然后这个华盛顿找了一个好像是叫阿西亚吧，就找了这么一个人，说我给你一封信，你去给我送到哪儿去，好像是送到古巴还是送到哪儿的一个，也是一个革命军你给我送到那儿去找谁谁谁哪个将军去给我送去，然后这个人就去了。然后呢，去了以后呢，反正是克服艰难险阻，然后用了非常长的时间，这边独立战争都打完了，可能是他才把这个信送到。然后呢，这老板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你把这个信给他了以后他不会问你怎么送，也不会问你为什么让我送，或者我要多长时间送，不会给你讲任何条件。然后他就克服艰难困苦，把这事儿解决掉了。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很多公司呢喜欢干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就有时候老板自己其实不懂，特别是公司变得高大上以后，
他会空降一些高管回来，或者说从其他部门调一些高管回来，他自己也并不懂这个事情。那么他给你一些这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有的时候你还真完成了啊，那么有的时候完不成，他给你换个人呗，对吧？所以这个是中国公司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啊，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啊。很多国外公司现在开始在走这个向基层赋能的这个方式，对吧？他们是什么方式呢？就像这个应该是海湾战争的时候发明的啊，就是基层士兵才知道最前线在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能够看到枪炮，那么你后边的这些老板就不要去指挥，对吧？他们只管在前面打，后边搭好这个中台，搭好服务，然后基层士兵说我需要空中支援，我需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后边只管送就完了，对吧？这是一种新的这个公司运作方式，但是这个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这种金字塔型的啊，上面只有一个尖儿的这种公司或者什么机构来说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对吧？所以他们更希望的就是说我给你讲一下，你就去办去，啊，这个是中国领导最喜欢干的事情，因为他自己真的不懂，啊，像我记得以前日本领导会讲一个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有这么一故事，说，哎，我交给你一事儿啊，你去干去，然后回来我没说清楚啊，你给我回复一下啊，重复一下我刚才说什么了啊，重复一下。然后你再讲讲我为什么想让你干这事儿啊，再讲一遍。然后呢，如果这个做不成会怎么样啊？你有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啊？讲讲啊，你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回来找我寻求帮助啊？他要把所有问题都讲清楚了以后，他才能让属下去干事情。但是中国人就是说，这个啊，你去干吧，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呃，中国公司的这个优良传统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好啊，我看看这边。比亚迪汉在意大利7、8万欧啊，这个好吧，但汉是比秦要贵的，汉是 SUV，秦是轿车，汉在国内大概也是掉到十几万了啊，非常非常便宜。这个，邱总，你们那个意大利最近好像出了好多事情啊，这个好像是有很多的华人被意大利警察直接抓了，然后弄了好多钱走，对吧？好像是给洗钱还是搞什么，对吧？看到你上来回复问题，然后我就放心了，你没事情，对。懂了啊，但上了 NAS 可以外网穿透使用局域网内的 PC 跑模型吗？真没必要，你真的想跑这玩意儿，你还不如在云端找个主机让它跑呢。黑神话悟空版号为什么可以发下来？如果按照黑神话悟空的实际演示画面这样的血腥场面，但这个事情就是咱们跟这个政府机构讲逻辑这件事儿，它是不现实啊，人家不讲逻辑，对吧？这个，那现在他就不讲逻辑就搞定了嘛？给加西亚的信啊，讲执行力的是，就这个，但是国内经常把这个经念歪啊，它一方面是执行力，另外一方面要求你不提任何条件，也不问任何问题，然后就直接把这事儿搞定。阿西亚的书我看过吐了，是我反正是拿了那么一本书，但是我从来没有翻开过一页啊。这个再往后啊，山姆奥特啊，这个上期读评有一条啊，说一直想不通为啥出游的人越来越多，尤其今年春节，30年前我春节不在家过，都在国外溜达，当时都说我有病，但今天在国内游，这个人格外多，但是节后的消费，尤其是实体店几乎断崖，难道是购物的心气儿没有了？没有难道是购物的心气儿没有出游消费来的新鲜吗？还是实物消费已经是瓶颈了，大众已经没有啥好买的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说今年过年出游的人很多啊，确实有一些人在国内做一些旅游或者是短途旅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很多的统计口径其实是比较荒诞的啊。还有呢，就是前面几年可能大家回家春运回家不是那么方便啊，今年都回家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算在一起了啊，感觉出游的人很多。但是大家注意，还有一个数据是什么？就是2024年这个春节，所有的人平均消费下降了，比2019年要降了很多，对吧？这个才是让我们应该看到的。你按道理说出去玩应该花的钱多嘛，
但是今年出去玩花的钱都非常少啊。所以为什么像哈尔滨这种穷游的地方会突然爆火起来，对吧？今年所有爆火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富有啊，也有一个地方新加坡，对吧？号称是中产阶级想破产一次就去新加坡过年，对吧？过完年以后就直接破产了。新加坡确实是比较贵的啊，这是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大家就真没钱了，没什么好说的，也不叫没钱吧，就真不敢花了。偷税漏税、发票问题是好像是就专门讲的意大利，说警察直接冲进去抓人，估计黑神话悟空这个墙外反应热烈吧，难得一次文化输出。不，咱们在墙外反应热烈的电影，在国内禁播十几年的事儿多去了，甚至有好多到现在都没让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头吧。抓了不少，好吧，这是看来意大利的情况。这个我们反正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啊，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好啊，这个山姆奥特曼的7万亿啊，这条里头还有一个评论说，既然是融资，肯定讲一个未来盈利的故事，甚至是权力的故事，钱都不是傻钱，故事不吸引人，回报不足够大，怎么融7万亿美金呢？有钱人是傻子吗？这个事儿呢，有钱人是不是傻子这件事儿呢，它肯定不是一个0和1之间的答案啊，千万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有钱人可能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它是一个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的这种答案啊。他比如碰到某些事情，他就会放弃思考啊，碰到某些事情，他可能会变得异常精明啊。至于说未来的故事，山姆奥特曼可能也算是现在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啊，没有之一了，对吧？这个他能够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能够绑上这么多人上战车，那么一定还是有他的能力的。然后这个 Timo 2100万美金再刷超级碗，他说拼多多不靠卖东西赚钱，股市割韭菜就够了啊。这有一位朋友给了这样一个评论，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准确的啊。为什么呢？股市割韭菜这件事儿呢，只能在 A 股干。你要惦记在美股干这个事儿，它是不行的。因为我以前猎豹移动就是美股上市公司，然后我们上了市以后，然后这个富盛就是我们的老板，就异常的痛苦，说别人上了市以后都跟爷似的，都这么开心，我怎么上了市以后跟孙子似的，对吧？每天要伺候 SEC 这帮爷伺候这个各种审计机构，安永什么这些审计事务所，然后还要伺候一大堆的东西，然后各种的这个规矩都严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美股上市公司你就老老实实挣钱，对吧？股市涨跌什么，甚至还有中国的股市上还有人自己操作自己的这个股票在那儿，你只要敢碰这种事情，这个老大你就去坐牢就好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呢，拼多多还得老老实实卖东西挣钱再往后这个还是同样一条，说价格跟亚马逊差距不大，质量差距太多了。这个 Timo 卖家耍小聪明就是把美国买家当傻子这个事情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Timo 上卖的东西跟亚马逊卖的东西其实是在同一个工厂生产的，然后呢是在同一帮人在卖，对吧？之所以你感觉价格差不多，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都是同样的东西嘛。然后你觉得质量差距大呢？有一方面是心理因素，有一方面是推荐算法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亚马逊就没有把最烂的东西推给你，对吧？然后 Timo 可能就推到你面前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种叫做概率性的问题你就在亚马逊买，你就赶上这个概率比较高的这一块了你赶上好的了。你在 Timo 买，你可能赶上烂的这个事儿是避免不了的。然后我看看。是不是以后游戏科学的游戏版号都不用愁了，直接开绿灯想太多了。这个你看看腾讯一年才能拿几个版号，你看看网易一年能拿几个版号，他凭什么就不愁了？还有米哈游什么这些，这轮不上他根本轮不上他。而且以这个游戏科学这个调性，他4、5年能做出一个游戏来就不错了。
等他下次再申请版号都不一定什么时候了。王刚居然在，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老翻译说我也想通了，远程还得保持跑模型的 PC 不休眠，如果人在本地也没必要再用 NAS 倒一遍了。对，是奥拉玛的 Windows 版用命令行确实有点不直观啊，不要用命令行，就是像我昨天给大家演示那样，直接用那个 Chrome 插件啊，就挺好使的。之前意见搞的事情搞砸了，现在疯狂发版号。其实现在也不是疯狂发版号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版号现在肯定是比较松了啊。咱们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发版号的人现在敢收钱了啊！你们能听懂就懂吧。美国这是什么大学的爱因斯坦学院获得10亿美元捐款，美国医学院之最，学生学费全免啊！这是广告吗？好吧，在这打广告要交钱的啊！亚马逊售后口碑比较好，是的，他还会管这个，但是那个 Timo 你要售后的话，他就让你仅退款了，对吧？你就东西留着，我钱退给你算了。进来先点赞啊，身体真好，天天直播1个多小时，我们天天直播2个多小时啊，期间需要不停的说话，比我们这些社畜精力还大。没有，我现在精力也不行啊，不过现在越来越严了啊，是。我每次想买的东西，在 Timo 搜索价格不是亚马逊差不多，就是更高。这个首页推荐的便宜货，都是看着就用不上的垃圾产品。亚马本地的物流还是最好的。对，亚马逊肯定本地物流还是比较好嘛。这个感受不到用这个网站的意义。这个 Timo 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不可能为所有人服务，对吧？它肯定是说有一些人就喜欢他卖这些便宜东西啊，那么他就会去做这样的推荐啊。这种个性化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不用着急啊，它还是会再出来一些有趣的东西的。反正我买东西现在是这样，就是先搜拼多多啊，然后呢，我还会去看淘宝，然后看京东。如果价格都一样，我就绝对买京东的，因为京东速度快，对吧？如果这个差不太多呢，我有时候京东没有，比如京东有时候贵一些，我就会买淘宝的。如果拼多多比剩下两家便宜很多，我就会买拼多多的，对吧？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啊。不发版号还好啊，可以玩原汁原味的这个黑神话。现在拿了版号，肯定这个半年进行大量的和谐修改比如血改绿色的啊，我不担心这事儿。我要买这个黑神话悟空，我肯定是买港版的 PS5版的啊，这个我肯定不会买国行的。刚才说的Win 版的插件连不上啊，对，这个还是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啊，这个不是广告啊。是个大新闻，好吧？但是这个跟我们家没什么关系，我儿子考不上那儿啊，对吧？他也不是学医的料啊。美国90多岁老太太捐了10亿，好吧？这还是很棒的。我觉得美国现在最牛的还是洛佩西嘛，股神洛佩西，对吧？这个100%全赢，然后还加巨大的杠杆。我在最高点又买了，好吧？你这个你真干啊！不知道是，我觉得你这个还是要小心一些啊，在最高点买英伟达股票，买了次，包装很差，是这个 Timo 的包装是特别烂，因为我曾经是跟美国的那个就是叫做什么就是美国的一位朋友啊，一起做过一次开箱，跟加拿大的朋友一起做过一次开箱，那 Timo 的包装真的不是一般的烂，太烂了。这个买 Steam 也行啊，但我既然有 PS5，还是用 PS5吧。但是它 PS5一般游戏会比那个 Steam 要贵啊，这个我觉得我多向他们贡献一点没什么问题。Timo 有时候仅退款，有时候需要退货，看东西是比较便宜还是比较贵了。这个美国的所有医科本科专业每年只给全球国际生400个名额，那是想也不用想的。是的，我从来不惦记这事儿。
但我觉得最神的还是韩国的医生啊，对吧？大件拼多多还是挺香的，是我现在各种大件都是拼多多。王小帅的新电影《沃土》改了50多次，过不了国内的审核，直接无视国内审核去参加柏林电影节了。国内审核不妥协，反倒让我们看到了没修改过的电影，好吧，挺好的。无限接近于零，这是哪一块？这个拼多多的大件应该还是挺贵的啊。好，我们继续。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啊！这个视频下头有人说了，说有好多小说平台搜索这个标题，居然发现好多冒名的小说都打着原名啊！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啊！然后你要是没看过，还真上当，是这样的。这国内的小说平台之间抢名字这件事儿是非常普遍的啊。然后再往后啊，是这个还是这个同样的一条说这不就是辐射加上 Kingmakers 加上黑客帝国的缝合怪小说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很多的新生事物出来以后呢，如果你非常简单的给它打一个标签然后呢认为没什么新鲜的呀，这不就是这样的吗？那么生活会失去很多乐趣的啊。这个我之所以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那么大家还是要去看看里头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记得以前云计算刚出来的时候，人一看说这也叫创新，对吧？这不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吗？这不就是这个呃以前的这个远程服务嘛，对吧？这玩意儿或者说叫集成服务嘛，这玩意儿哪叫创新呢？对吧？然后你给打了一个标签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对待生活中的很多事物还是要用更开放的心态，然后愿意去尝试的心态去看啊，不要说上来啪打一标签完事儿了，哈哈，这个事儿是这个浪费生命啊。再往后教父 AI 教父李一舟有人在讲了，说这不就是一个唾弃一周、理解一周、成为一周的过程吗？对吧？说范老师，你到哪个阶段了啊？我现在还在羡慕一周，然后没法成为一周的一个阶段啊。人家确实长得帅，还是清华博士，口才还好啊。我这个实在是硬件条件达不到啊，没法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啊。再往后啊，这个还是李一舟。中国也出了杨植林质朴不要只盯着割韭菜的这种人我是非常讨厌的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一说中国有哪儿不好，他说你看中国有好的，你为什么老说那个不好的？那个不好的是不能说吗？还是说我们就当它不存在了呢？对吧？这个好的我们会说，不好的我们也会说，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不能说每次说中国哪儿不好了我们有好的，你别老盯着那不好的，这不就是央视的这个调性吗？再往后这个还是李一舟说，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开直播，旁边有一个下岗离异妈妈打电话过来，询问他现在下岗了，孩子要上学，跟你学习短视频真的可以一个月赚5000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没问题，然后那个妈妈就微信转账了1999。我后来问他，你真的能够教到他一个月赚5000吗？他说怎么可能嘛，像他们这种人的智商不被我割也会被别人割，我割还能割少一点，让他长长记性我们都有一套自洽的逻辑他们都有一套自洽的逻辑，而我们也会远远低估中国10亿下沉地区有多少没有保护意识的弱势群体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最近还有一位翻车的博主叫达达，对吧？是一位女士，然后呢，号称自己买了劳斯莱斯，然后做了很多的生意，对吧？她也是开这种直播或者是这种短视频的这种培训学校这个反正今年也就是好像就是这个月翻车了，然后被封了账号了。这个中国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说我不割别人也会割，我还割的少点这个呢，就属于是比较无耻的状态了。
好，我们看看这边。范总好啊，几年以前就在朋友的朋友圈见过我，这个好吧，朋友的朋友，哈哈，欢迎你。再往后，看直播的朋友们别忘了点赞，是的，感谢啊。这个小说基本只看起点和纵横的，对，我现在也基本上就是起点，起点都看不完。现在小说我基本上不看小说了，基本上都是听啊，TTS 念的都挺好的。因为这个老花眼也很厉害，就是我剩着点眼神儿，还是尽量看文章吧。这个小说我有追更啊，我现在也在追啊，而且我还没到追的状态，我还看到中间一半，刚看到这个叫什么100号避难所，最后哎呀，那个简直是看的让我，但是那故事没法跟大家叙述啊，叙述了就真的反贼了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中间有一段100号避难所的这个故事。请问如此频繁直播、高强度输出，你是如何将输入转化成出色的输出的？我觉得我的输出的质量也就算一般，啊，我更多的是比较真诚的跟大家聊天。这个最强 AI Gma 开源了，性能超 Llama 2，可以手机端部署。手机端是千万不要讲这个事儿啊，这个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当然钱不能这么讲，它就是像 Gma 呢，它也是分 1.4B，然后是4B 还是多少，它是分很多版本的，对吧？然后你用的越大的这个版本呢，它出货的效果就越好。然后但是你用了那个大的版本，你就需要有更好的 GPU，有更好的 CPU，有更大的内存，否则就跑不动，而且跑得很慢。它在手机上，我觉得能够跑到4B 就已经到头了，就再大的跑不动了，7B 在手机上基本上跑不起来。但是4B 能够输出的内容的效果其实是挺烂的。Llama 我今天反复试了，Gma、Llama，然后那个 Mistral，然后这个通义千问和这个01万物的这 E 模型都试了一遍，然后我现在感觉呢，给我最好感觉的其实是01万物的那个一模型，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Mistral 的模型，就这两个模型给我的感觉是最好的，然后其他的呢就会差很多，对吧？我举一个案例吧，比如说我们命令他们给我们写小说，然后呢，这个 Llama 模型呢会给你写，但是呢，他看不太懂你给他的各种的这个设定的条件，他经常会给你胡写。啊，Gma 呢，还可以，但是呢，工程师语气，然后公事公办，写的东西呢比较规整，语气这个整个的格调会差一些。而且 Gma 呢特别严格，就是你稍微让他有点暧昧内容啊什么的，就直接告诉你对不起，我不干了，对吧？这个就特别讨厌。这个 Mistral 的状态是什么呢？Mistral 的状态是这个，他会啊绘声绘色的给你描述各种擦边不擦边的东西，但是呢，它的中文输出里它有时候有病句，而有的时候呢会加英文啊，这是它的问题。E 呢是这个里头所有啊写小说这件事儿做的最好的啊，其他的我可能写代码我也试了的模型也还可以。然后呢，通义千问呢，你给他各种东西，他也基本上是会给你回复，对吧？但是呢，它的这个写出来的内容呢，就像 Gma 一样啊，像就是比较工程师的文风了，就是没有什么文采啊。这个是我今天用这几个模型做的测试。短平快的时代，一个视频超过10分钟都担心用户没耐心看，为什么几百万字的小说仍然非常有市场？也不叫非常有市场啊，你要想清楚，我们现在在一个十几亿中国人，然后再加上几十亿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地球上，对吧？一共可能有70-80亿人口，你只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比例的人愿意看，那么他这个最后聚集起来的人数也是很多的。换个角度想，美国有没有像李一舟这样的事？肯定有。这个美国李一舟这种人在美国多去了。晚上好啊，请问想买无人机玩你有那大疆啊，这玩意儿你不买大疆，你想买啥呀？点一波是。
看 X 推文，记得之前你发推文庆祝了5万，咋又49700了？这个对，它的威力很猛啊。精神挺好啊，暂时掉的粉马上会涨回来，估计就是一阵风啊，这个咱们都是真的。对，歪楼下建议大叔把自己意识上传云端，变聊天机器人，这个事儿现在其实没有那么靠谱。其实我曾经尝试过，因为你想我录了1600多条视频了，我把这1600多条视频的所有的字幕都上传到一个服务器上，让他们去做训练，是可以训练出一个模型来干活的。但是呢，现在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如果有谁愿意玩，可以，我愿意贡献出所有视频的这个字幕来。对，在手机上的参数模型肯定只能适应某些特定的场景。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没有找到正确的场景，这个是麻烦的。你说我拿到一个小模型，我问他什么？问他天气吗？问他什么东西？因为你要知道，像 Ollama 这样的东西，你要跟这个叫做搜索引擎一起工作，还没有那么容易，对吧？那么当你拿到一个这种半弱智的这种小模型在你手机上，你到底让它干嘛，对吧？这个事儿不容易的。Gma 给我带来的好印象是有个2B 规模的小模型盖板的这个好吧，8G 就可以用啊，这个确实是很神奇。iPhone 有没有什么好的 PDF 语音读书软件？没用过啊。蓝洞的绝地求生曾掀起过国内的硬件升级潮啊，不知道本地大模型会不会出爆款？也让所有人都去升级显卡和内存。升级显卡内存这件事儿一定不是大模型能干的事儿，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游戏，一定是这个，比如说一些他不让你干的事情啊，这个才可以去做。我基本都是听啊，这个咱俩一样，对，我也基本都是听。好啊，这个是听小说的，咱们再继续讲。这个 NVIDIA 值2万亿美金嘛？然后我一直其实比较关心一件事，就是利润率和效率，不是这些芯片厂商的，而是那些真正的用户和公司，他们不可能花了几个 million 去搞这玩意儿啊！现在别说物超所值，能做到物有所值的，也就是七姐妹能干了。而且现在英伟达这么个薅羊毛手法值不值都很难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利润率和效率可以去衡量的，它是一种焦虑感。焦虑感是什么？就是你不往前走，你就会被淘汰，对吧？为了不被淘汰，我们只能往前卷。大家现在在干这种事情，在你干这个过程中，所以英伟达有点叫什么呢？叫做乘人之危啊，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再往后啊，这个英伟达值2万亿嘛，这个老范说没人用大模型赚到钱，那梅塔到底是怎么做到营收大规模增长的？跟 AI 使用有多大关系啊？这个要跟大家明确的说，梅塔的收入增长跟 AI 使用基本上没有关系啊，它的收入都是由中国玩家好好的贡献的，甭管是中国的游戏玩家、中国的电商玩家、中国的 TikTok， 对吧？都会疯狂的到梅塔那里去交广告费啊，梅塔就挣的这笔钱啊。再往后啊 ，IBM 公报财报之后涨得也很猛，但是没有人说，因为他没找英伟达，没升级硬件，而且英伟达大客户里还有几个公司是英伟达自己控股的，自己买自己卖，很是厉害啊。这个里头呢出2件事儿，第一个 IBM 呢现在肯定不是一个最风口浪尖上的公司了啊，这个在很早之前，至少是他在把 PC 业务卖给联想之后，他就已经慢慢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就完完全全是在为比较顶级的一些公司去做一些系统集成啊，或者做一些系统提供的一些服务。 IBM 还在但为什么 IBM 最后会搞成这么惨？IBM 把它的 PC 业务卖给联想了，说我以后就卖小型机就完了。结果呢，没想到云计算这种东西不需要他们家小型机，
云计算这种东西需要的是像浪潮这样的，像华为这样的，像这个台湾那些啊，这个号称是被英伟达控股的这些公司所生产出来的廉价服务器，对吧？我以前公司里头是卖过 IBM 的服务器，也卖这个惠普的服务器，那个东西能贵到什么程度？就是它那个服务器装在机架上，你在里头装一支架，都找你要好几千块钱啊，巨贵无比。你不要说那机器多少钱了，那个机器里头所有东西都是双份的 ，CPU 俩，然后这个电源俩，网卡两个，然后要求做什么？就是无缝切换啊，我这里头电源坏了，换一个啊，但换的时候这个机器不停机，对吧？网卡坏了，换一个，换的时候不停机，他干这种事情，所以他把那东西造的奇贵无比，而且真着实。我发现那个 IBM 的那种小机，它比如说那种4U 的，大概有这么高的这种机箱啊，这个主机，你一个人抱着抱不动它啊，做的极沉极沉那块儿。但是现在没有人跟你拼这玩意儿了，对吧？现在大家玩的都是这个什么刀片服务器啊，都是这种东西，坏了就坏了，我另外一个服务器启动，然后再去把它弄起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靠软件来解决这种问题。像以前刚才我讲那个是2个网卡、2个电源、2个 CPU 备份那种方式，它是通过硬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都是软件方式解决，所以 IBM 等于后边这一部分卖服务器的这个生意，它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啊。那么它就只能去做一些软件集成啊，或者做好的这样的事情。以前我记得IBM 呢真的是天下没有它不卖的东西啊，从这个主机。就是你只要见过的跟互联网相关啊，不是跟软件相关的、跟硬件相关的，它全买，对吧？而且都挺贵的啊。现在就那个年代过去了。再往后啊，还是英伟达值2万亿美金嘛啊？有人说了，说英伟达值2万亿美金，因为 ChatGPT 的老板山姆奥特曼要这个搞这个7万亿美金的公司啊，而还要等3年。4年，那么还不一定能生产出来啊，所以他觉得这个英伟达是值2万亿的。这个事儿呢，英伟达的老黄也说了，说你要真有7万亿，你可以把整个行业都买下来，你费这劲干嘛呀？对吧？这个反正大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英伟达是不是值2万亿的一个叫做判别标准吧。然后再往后啊，这个说少了中国市场，还有印度市场啊。刚才我讲了，说英伟达在中国受各种限制啊，不让往中国卖啊。他说让我们卖给印度不就完了吗？啊，这件事儿呢，你就想太多了啊！印度人才不买这玩意儿呢，而且印度人就算买，他买的也很少很少，甚至有可能都是中国人买了放在印度去用的。啊，为什么？这我记得是我有一个微软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卖什么东西呢？卖这个微软云上面的这个OpenAI 的 API 的这个账号啊，中国人是疯狂的买，印度人就这个疯狂的讲故事，疯狂的吹牛，最后就根本就卖不出去啊。这个印度现在距离这个东西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距离啊，没有那么容易的。年前那个 iPhone 杀手怎么样了？是那个长得那么小方块那个玩意儿吗？我觉得不会怎么样啊，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我以前有个挺喜欢的博主，好像是把自己的视频训练了个 TTS，后面的视频就全都是 AI 读稿了，然后就再也不想去看那个博主了。是这样的，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感受的还是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互动啊。这个 AI 现在还距离有一点点小距离。我建议儿子学啥专业，儿子喜欢啥学啥呗。现在可能他想去学 CS。周鸿祎说，只要 AI 开源了，中国就会马上迎头赶上。周鸿祎不是这么说的，周鸿祎说的是，只要方向确定了，中国就会马上迎头赶上啊。这个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呢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现在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方向依然不确定。对吧？还是在快速的来回的动来动去的，而且你这边刚折腾了半天，人家 OpenAI 一升级，然后发现，哎，又白干了。呵呵。还没评价政协委员周鸿祎有关 AI 的最新言论呢，还没什么。AI 读稿都进步成这样了，打开喜马拉雅看到的都还是招募播音员的广告，感觉也是收费卖课割韭菜。是的，
因为你现在发现喜马拉雅上大量的那个音频都是 AI 念的。我有的时候会开一下喜马拉雅听一听这个叫做新闻什么的，但是听一耳朵我就直接关掉了啊，这个实在受不了。对，这个，哎，熊叔在不在？这个回头得跟他讲一讲，那是喜马拉雅的产品经理，对吧？他如果不能在喜马拉雅里头坚决的控制这个 AI 读书的这个内容的话，就喜马拉雅的用户会快速流失的啊，太无聊了。这个迎头赶上没问题啊，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某主义啊，这个不知道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大伙儿切记先点赞再听啊，这个无所谓了，这个能想起来点就行啊。这个付费会员要不也来一个干货很多啊，要去喝一圈之后，我去做家务，好吧？这个塔主是又要好好做家务了。哎，塔主你调关注了没有？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因为你应该是刚达到 YPP，你要是调关注的话，是不是会有这个不到1000的这种情况发生？到处都是注意看小美大壮，听了都想吐啊！这个没有办法，小美大壮这个我还专门讲过这个故事。好啊，我们继续。这个 OpenAI 在 TikTok 上开号，说字节这次也是进退两难了。Sora 的人气摆在那里，删号肯定是可惜了。而且现在公关正做得上轨道啊，这个连连拜振华同志都来了，好吧？啊，这个删应该是不会删了，但不删嘛，这口气肯定是咽不下去。所以这个哑巴亏吃定了啊，只能含着眼泪赚流量了啊。这个首先说啊，这个几十万关注的这种号，对于抖音啊或者对于 TikTok 这种平台来说，连腰部的这个号都算不上啊。说删也就删了，因为你想人上的是有这个上亿关注的人，是吧？这个几十万算啥呀？啥也不是，对吧？所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你把它删掉了以后呢，也确实会引起一些麻烦吧。而且你不删呢，这些内容都在这个一个地方统一输出啊，你还可以控制它的流量，还可以给它做推荐。你要删了呢，就大量盗版内容它也会进来，对吧？进来以后呢，你还没法去说这东西属于谁，有没有维权，我把它怎么处理掉，你还处理不掉它。所以呢，在抖音让啊或者 TikTok 让这东西进来，其实对 TikTok 也是有好处的啊，就是它。比如说，我让山毛他们的这个不是，就是让 OpenAI 的这个 Sora 模型进到这个 TikTok 里来开号了，那么我可以少给他点流量啊，少给他一些推荐，让他就这么靠着。然后任何其他人再搬运这些视频进来，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说，哎，你这个侵犯版权了啊，可以干这种事情。再往后啊，OpenAI 在 TikTok 开号，这个 Sora 掌握这么强大的技术先发优势，应该自己建一个视频平台的，能不能做起来别说，反正肯定要有自己的平台。这就好比东方甄选在抖音卖货卖得很好啊，但也要有自己的 APP 购物平台，这样才有和抖音拉扯的资本。OpenAI 可以自己搞一个视频平台，并且只允许发布由 Sora 生成的模型视频，啊，应该也会有些用户愿意在上面做视频、看视频的。这个呢，就很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我告诉你，这个，你像美国呢，其实除了最上面那几个之外，很少有人干这种大而全的事情，大家都是专心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就完了，对吧？这个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甭管是专利也好，专门的这种踩过的坑也好啊，以及相应的这个用户流量和忠诚度也好，都会有这些东西，对吧？我们合作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自己的呢？而且以这个 OpenAI 的现在的这个人数，对吧？以它现在的这个公司水平，你让它现在去做一个视频大平台，你知道 TikTok 有多少人吗？对吧？啊，你想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你如果真的让 Sora 也招这么多人做着吭哧吭哧再做一个 TikTok 出来，他也做不起来啊！而且做这个事情对于 Sora 来说，对于 OpenAI 来说，它是不划算的一个事情。
只有中国啊，你死我活，各种的这个尔虞我诈，各种这个博弈啊，才有现在你讲的这个东方甄选这种故事。再往后啊，这个是 OpenAI 在乎大家爱看什么视频做什么，它只在乎能否用文字描述生成出逼真的视频啊，这完全是用老旧的中国互联网思维在思考问题啊。还有人在批评我，不在产品上下功夫，就天天钻研这个数据那个数据，这个玩数据能玩出《博德之门3》和这个《地狱潜伏者2》吗？啊，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啊，咱们分几块来讲。第一个，这个视频是不是足够逼真，到底是谁来去说了算？谁来去做评判？谁来去做鉴定呢？对吧？有 TikTok 上10亿用户帮你去免费打工，给你去做评判，你不偷着去乐吗？对吧？你这个东西大量做出来以后，难道真的是到尼日利亚去雇一帮人1个小时$2、$3让他们看吗？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你搁在 TikTok 上让大家看，看完了以后，通过这些数据来去评判视频做的好不好，这才是真正该干的事情，对不对？你以为中国的这些数据思维是跟谁学的？不也是跟老美学的吗？是吧？不要老想着说，哎，我们看了数据就不去做产品了，我们做的啊，他们也不是说看了数据啊，就是向中国互联网思维投降了啊，人家也看的，对吧？这些数据的模型最早都是谷歌发明的，对吧？Facebook 发明的，现在 OpenAI 肯定也要用起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必须是看了数据才能在产品上下功夫哦。你说我不看数据，我就坐在那儿产品上下功夫这件事情，对吧？你这个你能做出啥来，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博德之门，中国人凭什么做不出来？博德之门后边的最大股东是腾讯啊，对吧？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再往后啊，这个是欧盟对战 TikTok，说欧盟还是应该学学印度啊，不用理由。另外，只要是中国公司就罚到倒闭，师出中国，我就是流氓，我怕谁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啊，这个不能比烂啊，这个就是你出这主意叫比烂，看谁烂，你烂我比你更烂啊，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欧盟真的干了这个事情，他们可能赖以生存的基本的这些原则、这些基础就都丧失掉了，那就不是一个大家喜欢去的地方，对吧？它是要维持整个的一个价值，那么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体系，它是不能随便乱丢的，对吧？你不能为了中国我就跟你比烂，你烂我比你还烂啊！这个事情中国跟印度可以玩啊，但是欧盟、美国你是不能这么玩的。好，再往后啊是王海 VS 东方甄选这条啊，是今天早上这条，说这个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认真了啊，懂的都懂啊，五常的米、阳澄湖的蟹、查干湖的鱼、82年的拉菲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假货很多啊。这个呢，我今天正好看了一个抖音啊，也是说这个懂的都懂啊。他说叫中国四大未解之谜啊，这四大未解之谜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叫辽宁的海参，辽宁的海参的年产是1.5万吨，但是每年销售额多少呢？150万吨啊，这个多出100倍来。那么这个多出100倍的剩下的99%是哪来的呢？不知道啊，所以叫中国未解之谜啊。第二个呢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年产1.1万吨，然后每年售出是160万吨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五常大米了，五常大米年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年产70万吨。然后销售是多少呢？销售是1780万吨啊，也是这个100倍往上的一个走法啊，有100倍吗？不到100倍吧，几十倍吧，是一个走法。然后最后呢是这个查干湖的鱼啊，查干湖的鱼我是没吃过啊，年产年产6000吨啊，年产6000吨，然后每年售出15万吨啊，这个查干湖的鱼看来是这个最厉害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这个一周的线上的这个读评就是这些啊，下边我们来去看这边的这个线上的评论。
哈哈哈！我刷碗笑出了猪叫声。我本来也没啥粉啊，还真没注意。还没有那个烦恼的级别，好吧？我感觉粉越的少的时候掉一个越心疼，对吧？这个我第一次赶上掉粉，然后那个，哎呦，给我心里难受的呀！当时我大概也是1、2千粉，然后掉了，突然有一天掉了大概10个还是掉了几个，然后浑身不舒服，然后我就问人家我说咋回事？人家告诉我这是 YouTube 的那个数据波动啊，说不用太担心。刷碗，现代社会不都用洗碗机了吗？啊，洗碗机其实我觉得是最没用的这个家电。对，老范主打一个陪伴，对，咱们就是一块陪着聊天呗。这个 ChatGPT 马上要发布4.5了，这个等吧。马斯克做梦也想着要大而全。马斯克我觉得也不一定，其实你看他很多东西他是做不出来的，对吧？包括社交媒体啊，虽然他有 Twitter 啊，但是你比如像 YouTube 的东西，像这个 TikTok 的东西，像 YouTube 的东西，这个Instagram 的东西，其实他也做不好。刷完也得把碗放到洗碗机里，这也是个很讨厌的过程。我是一个很讨厌家务的人啊，期待人形机器人。你可以搬迁到这个，比如说印尼的巴厘岛，然后雇一个印尼佣人来处理这个事情啊，他们比机器人好使多了啊，或者去新加坡雇菲佣。美国好像没怎么听说过用菲佣或者用什么印尼佣这种故事哈。这个但是在新加坡、在香港还是蛮普及的，马来西亚也有。马斯克如果把星链和 X 绑定，那会不会让 X 变成微信？我觉得他不需要把星链跟 X 绑定，他现在就是把手机号一注销，说任何人想找我到那个 X 上开聊，对吧？跟我语音啊，这个我还没试过 X 的语音效果怎么样啊？但是 X 的视频效果是很差的，就是你在 X 上看视频经常断断续，特别是长视频啊，非常差。没事，他主，我是你的粉。哎呀，困了。你的粉丝跟老范一样坚挺，感谢感谢。我是前天掉了100啊，昨天掉了200多，然后今天只掉了4个啊，我估计是已经快要这个叫苦尽甘来了，也该慢慢涨了。茅台酒也是销量超过产量，但是茅台酒呢是这样，就是它能够明确的知道多出来那部分是假茅台。对吧？你像刚才咱们讲的那些东西，就是拖出来那部分，你搞不清真假的。嗯，你这个是理工男的特点啊，我们文科生，其实是根本分不清的，分不清啥呀？嗯，这叫什么啊？什么庸最好？雇佣，这第一个字不认识。美国类似带货的也有啊，但都是半夜在电视里播，呃，更别提带货是大明星或者因为带货成为大明星这种怪象了。我觉得这个你不要想这事儿，TikTok 去了，他们会带出带货主播来的，而且 TikTok 去了以后是谁呢？这个叫做我想想，东方甄选，交个朋友，这个疯狂小杨哥，这个什么全都去了，而且都是跟着这个TikTok 准备杀美国呢，所以美国会培养出自己的带货主播的啊，这个要与时俱进啊，这也是个在洗刷餐具的朋友吧。啊，我分不清数3位数以上的数字我就解释为很多啊，很多了。好吧，这个很幸福啊，这个非常幸福。以前在海参崴待过啊，那时候在菜市场买的，呃，冷冻切片海参，30卢布1公斤，没有高压锅，当时也不会做，炒了吃、炖了吃都嚼不烂，吃一半扔一半，觉得海参没啥好吃的。海参是要发是吧？就好像是要搁，我记得以前是搁火碱还是搁什么东西要发，但是具体怎么发那个事儿我也搞不太懂。
老范总说 UP 主洗粉啊，这回也被动洗了一轮啊，这个是，但是洗粉这个事儿呢，还是要就是你自己做，然后有这个心理准备的还是可以做，但是你这个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然后都是这个大家聊得正开心的，突然就走了，对吧？这个还是会觉得很不爽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读评读的比较快啊，1个多小时。那么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周三读评再见喽。那我稍微给大家一点时间，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啊。对，一般人不会发那东西。对，这个你让我现在，你比如说发海参了，你给我一只活鸡，你让我怎么把它弄死，然后把它弄熟了吃肚里，这事儿我是没那本事的啊。我老婆可能能行，但我是不行。现在人肯定是越来越废物了。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鸡就是在超市里边啊，长它那个硬邦邦的那个东西叫鸡啊，这个其他的不认识啊。不过认真的说一下关于掉粉，我也经历过其他平台上的掉粉或者是限流啊，而且是一整年，最后就一个字忍，而且还自省要不要扭曲自己做不情愿的事情，这个但时间会平复一切，都会平复的，好吧？还有一个大谜题，10块名表到中国，每块表拆着一个零件就变11块了，啊，这个也存在吧？我感觉油管很多观众都是不关注的，也有啊，也有。没点赞点一下，是的，靠推荐算法啊，我就是这样，是。那赶快点个关注去，这个还用说吗？点个关注，点个小铃铛。这个每天几点直播？第一次赶上直播，直播是这样啊，正常情况下是每周五晚上8点会有直播，然后后来呢改成周三晚上8点会做一次这个读评啊，把这一周的评论比较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呢，再其他的呢就属于是这个没事就播一会儿啊，这个就完全不定期，我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播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看啊，买过新鲜海参啊，也是不会做，直接煮熟了，像橡胶一样。海参那个东西要入味儿是很难的，它葱烧海参，我吃过最有名的就是葱烧海参嘛，到山东去吃，对吧？那个反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入味儿。有的博主看了半年才发现都没关注啊，这个不对，赶快点上。这个现在全民 AI 国企 AI，有那么多资源吗？我觉得呢，不应该问有那么多资源吗，而是有那么多需求吗？啊，有那么多能够用到的地方吗？这个才是困扰全世界 AI 领域里的最大问题。葱烧海参很好吃，对，是还可以啊，但我也不是特别爱吃。这个海参一般般啊，做成重口味啊，是它口味一定要重，因为那个东西自己不太进味儿。日本海参白菜价是吗？但是咱们吃的是同一种海参，反正海参也是分很多种的。可以去广东雇个外教当菲佣。您老多有钱呀？这是又赶上了啊！这个正常，我们北方人吃啥也都一样啊，都是调味料啊。这个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我觉得福建人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啊。老范爱啥？做一个爱吃吗？这字是做一个吃播。下次吧，等我到日本，我看看能不能挂起来给你们吃播啊。以赞。对，想查翻墙的苹果商店里那些钓鱼翻墙软件调出来的人就够他们忙活的。哎，这个，哎，反正让他们去折腾吧。啊，油管只要常看某人的视频，不关注也会推送。对，但是你如果关注了的话，会推送的更多一点。记得已经苹果商店的代理软件是全部下架了。昨天搜了一下，搜出一大片。是的，北方吃海参不是为了味道，而是为了提高抵抗力。这个我就不信了啊！我觉得还是这个，你要真要抵抗力，还是老老实实去锻炼锻炼，然后打打针什么的啊。
国内大模型啊都是去 GitHub 抄的吗？不是啊，其实你们不要认为说大模型就很容易就抄出来，因为大模型这个东西呢，软件的架构或者说整个的数据的结构其实都是统一的，或者说没有几个差异性很大的东西。你真正麻烦的是什么？就是你真的是要去整理数据，然后拿这些数据去进行调整，然后拿它让它去进行输出，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啊，不要想着说大模型就可以直接抄回来。你就包括那个01，对吧？好多人说他抄的这玩意儿是什么呢？就是一拍脑袋他就用了一个 Llama 的那个数据框架，然后给人里头把张亮明改了，然后人家折腾了半天，发现你就是 Llama，只是改了2个张亮明，然后就出来骂，骂完了以后就说他是抄的。后来我也去01，我问他说你到底抄没抄？他说没有，我们就真的是老老实实的自己训练的，从零开始训练的大模型，对吧？他只是用的 Llama 的这个数据结构，这样你比如像我们现在用 Ollama 用什么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挂它来用。你像我们刚才讲的 Mistral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 Llama 的架构，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你就没有人去说 Mistral 你是不是抄的，对吧？这个你不能因为他是中国人做的他就抄。洗碗机、烤箱啊，空气炸锅、垃圾粉碎机，生活幸福满满。哎，国内就是这个洗碗机现在开始普及，但是垃圾粉碎机在国内基本上没有。老范是从一开始就看一集没了啊，不过没进会员啊，这个没关系。说说这轮国家算力升级中，浪潮、紫光、中科、曙光哪家受益？浪潮应该是会受益的啊，紫光不好说，先把那一笔烂账捋清楚啊。然后这个中芯科技没准会赔钱啊，华为应该会挣钱。海参发好了，切碎做海参小米粥，很养胃啊。这个小米粥这个东西我已经彻底记了啊，据说升糖升得飞快。Shorts 的推荐算法是咋样的呀？我对 Shorts 是真的懒得理它啊，因为做了半天发现1000次播放的这个广告收入才几美分，然后就不做了。现在国内的合适外教越来越少了，估计是这样的，能跑就跑掉。你想现在中国的，别说外教，就是老外，大概也只有2019年疫情之前的可能几%，大部分人都跑了。啊，人在美国的话是接收一个走线的中国人，低价雇佣当保姆，会不会很划算？你信得过他吗？对吧？这个事儿是你要想清楚，中国人不坑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坑爹的一句话了。而且很多人雇菲佣，就是我上次是碰到我一个也是付费用户，在香港高盛那个，他是高盛投行里边的做理财的一个，销售理财产品的一个销售经理，他是我的一个付费用户，他跑到北京来请我吃饭，他们家就是雇菲佣去看孩子。然后他说雇菲佣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是便宜啊，在香港菲佣一个月大概是4000多港币，对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你得管吃管住。在香港，你要有房子让菲佣住，比如你租了一套房子，然后他有佣人房，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啊。甚至有一些实在是没有房子的人会让菲佣住在厨房里啊，但是这个呢会被菲佣去这个投诉的啊，这个是不人道的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菲佣是不会讲中文的，他只会讲英文或者简单的英文。那么呢，他们就有一个特别棒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帮人在家里用中文，甭管是粤语还是普通话聊天了以后，你不用担心泄密的问题，对吧？你真整了一个中国人在家里做保姆，这个你聊什么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这事儿你不觉得瘆得慌吗？然后第三个雇佣菲佣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用担心菲佣把他们家孩子带走啊，他也是小孩刚生，他说有的时候他就会跟他老婆跑到日本去玩2天，然后就让菲佣在家里待着。我说你不担心菲佣把孩子抱走？他说不用担心，他说菲佣长得黑，你只要敢抱着中国人的孩子上街，马上就会被抓，对吧？这个看着就不是你们家孩子啊，那白白胖胖的怎么可能是你们家孩子呢？这是不行的啊！而且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它是这种城市啊，你只要是离开香港，就必须要过海关。你要离开新加坡，也是这么不大的一个城市，你要离开新加坡就要过海关。那么你要想带着这个孩子出关，你肯定是出不去的。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的把这个小孩交给菲佣，然后他们2个人就可以出去玩去。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第一次听你视频是在寻迹漫聊，后来
在寻迹麦聊没找到 YouTube 上，1年多后才给我推你的视频啊，刚刚关注不久，好吧好吧，哎，海参没啥味道，不好吃啊，海参做好了还是挺好吃的。认不认识 YouTube 产品经理？iPhone 上的 YouTube APP，没有办法使用英文实时字幕翻译成中文的功能。这个 YouTube 的产品经理不认识啊，但是 YouTube Short 的工程师大家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就是前2天杀妻的那个美国清华大学毕业的那个在美国上班的谷歌工程师，他是做 YouTube Short 功能的工程师。当然，现在他肯定也没法解决你的问题了啊。接收非法移民其实也有非法的嫌疑的，我查查，好像是不行的。是，关键是你没有人这个什么啊，没有人这个有这个放心可以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啊。然后是等你来日本开吃播，那你得来请我吃饭才行啊，对吧？你可以从大阪溜过来找我们吃饭。怎么提高认知啊？提高认知，其实首先觉得要相信自己不是全知全能才能提高认知，啊，我每天看评论，都会有人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不懂吧？你看我说对了吧？你真的不懂吧？这样的人是没法提高认知的啊！你要承认，哎，这个事儿我可能不太明白啊，那个事儿我好像不太知道，才能提高认知。啊，我也不信，天天吃那玩意儿纯属是自我暗示，是这样。这个最大的自我暗示是吃什么补什么啊。不过说到吃，最爱的是拉多加湖的鱼，奶香的，鲜甜的气息，这还从来没吃过，这是在哪儿啊？我在切春笋啊，笋啊，说到笋这个东西，我有一道菜巨爱吃，叫腌笃鲜啊，是上海名菜，但是我忘了上海名菜腌笃鲜里边放的是春笋还是冬笋了。我觉得应该是冬笋，因为那个菜是冬天吃的，是用的上海咸肉啊，是不是腊肉啊？是咸肉，然后呢是笋，大块的笋块，然后是这个百叶结，是把这个豆腐皮系成一小疙瘩啊，然后拿这3样东西煮出来吃，哎呀，那玩意儿实在是太好吃了。但是那个东西吃完了以后血压会上升啊，就是一般像我们这种高血压的人喝汤血压都会上升啊，因为汤里边放的盐特别多，要不然的话那汤里就没味儿。啊，我刚查了，为非法移民提供工作也是犯法的，刑事和民事都不行。所以在美国雇佣非法移民的前提就是我不知道他是非法移民，对吧？我也没问他，这个事儿应该是可以混得过去的。老范的会员有点贵，便宜一点我可能就买了啊。这个是，我觉得呢，咱们就贵一点挺好的。这个我现在已经有这个200多个会员了啊，这个还是很棒的。这个国企做 AI 是为了遥遥领先，不是为了解决需求啊。这个，哎，让他们去做吧。烘干机也很好用，但国内你用不着啊，我们直接晾衣服就完了。为什么要用烘干机呢？它美国是因为不让晾衣服才有烘干机的，日本是不是好像也不让晾衣服？不知道啊。我都把 YouTube 的推荐都删了啊，YouTube，打开就是白板，想看啥直接搜啊，这个也算是一种处理方式吧。啊，在这里有跟我一样的伙夫吗？什么叫伙夫啊？厨师吗？费用4000多港币啊，真的是很便宜。但是你要住这个事儿，香港的房多贵啊，对吧？这个还是不那么容易的啊。如果美的的文字生成视频大模型不开源，国内能搞出来吗？Stable Diffusion 是开源，Stable Video Diffusion 也是开源的，对吧？我们有什么搞不出来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几年的差距，感觉周鸿祎就是个大骗子。哎，这个我觉得几年的差距这件事儿呢，还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对吧？我们遥遥领先那个才叫，对吧？这个客观的说法呢，对吧？大陆以后会越来越封闭吗？会，这个不用讲。话说西班牙火腿很是一个美味，我也很喜欢，但是很咸啊，那个东西真的是很咸。其实我第一次听老范也是在寻气，
但后来回想起来，那2期没给我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好吧。话说我一天3瓶可乐，血糖一直是4.7，你就是这个耐受比较好呗。我要喝可乐，马上血糖就窜了。而且你像这个什么巴菲特呀，什么这帮人每天都是可乐不离手，不是也每天很开心的活到90岁、100岁吗？每天抽着烟喝着可乐。淡水里的蚂蟥是不是海参的远亲啊？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啊，应该不是吧？西班牙火腿要配一瓶低端红酒才是绝配。我还真没怎么配过啊。我西班牙火腿原来是在哪儿的时候吃了很多，就是在法国出差，每天早上起来他们会配一点。然后呢，因为特别好吃嘛，吃的比较多，餐厅的那种就是宾馆的自助餐嘛。然后那个厨师每次去多切一点火腿的时候，都恶狠狠地看着我。对，我知道那个东西很贵。我在东京啊，来了请你吃饭，没问题，没问题。我如果去，就是我现在反正护照在那个日本大使馆在签呢，还没出来。等我出来以后定好行程，我会在直播里边跟大家说，也会录视频跟大家讲，然后我们来去安排时间到日本我们来去做一做。在美国能想到用走线的国人做佣人，让我联想现在日本著名的前央视记者。对啊，这个就算了，肯定跑过去。好。逻辑怎么提高？逻辑呢？这个你对每一件事情都不要相信说谁讲的一定是对的，谁讲的一定是错的，或者你自己认知一定是对的，对吧？然后进行一定的这种多层的这种推理啊，它会提高一些的。竹笋炒肉也好吃。这个以前竹笋炒肉的意思是这个调着疙瘩打屁股，对吧？一家说是，哎，这个成绩没考好，回来给你吃竹笋炒肉，对吧？这个小孩子马上就瑟瑟发抖。腌笃鲜江南菜不光在上海有，但我就在上海吃过，我一直觉得是上海名菜，对吧？这个我有几个菜是很喜欢的，一个是腌笃鲜，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被上海改良过的俄罗斯菜，对吧？叫罗宋汤，就是俄罗斯自己的罗宋汤其实并不好吃，但是被上海改良过的那个罗宋汤真好吃。这个拉多加湖在圣彼得堡旁边哦。俄罗斯，难道我们这里有俄罗斯的听众吗？俄罗斯现在应该看不了 YouTube 吧？腌笃鲜是宁波菜，好吧？宁波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叫小海鲜，就是各种螺丝啊，各种什么这种东西啊，然后拿出来还要吃生的，然后吃完了以后得肝炎，得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病，这是宁波给我留下来的印象。我在北方也做炖时间熬出来的菜腌笃鲜可能还是要点时间的啊。冬笋配火腿混咸肉试试。我在上海快11年，还是不喜欢上海吃本帮菜。上海本帮菜我还是很喜欢的一个是腌笃鲜我很喜欢，然后呢糖醋排条这个还有一个菜我很喜欢的是大煮干丝，对吧？这个是上海本帮菜里头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去商店买东西，看看最贵的，再看看最便宜的，然后认知就提高一点点。我觉得还是每一次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想背后的故事和原因，这样认知就慢慢提高了，而不要说理所当然这个东西就这样了或者说我简单的给它打一个标签就完事儿了这个是没必要的。北方空气干燥容易晾干，南方空气潮湿不容易干。这倒是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拿洗衣机洗完了甩干完了以后，那个衣服晾了1个礼拜没晾干，这个事儿我是遇到过的。南方回南天你就知道烘干机有什么用了。对，是你们不说我还想不起来了日本让晾衣服住这个住宅楼阳台挂满了衣服这个也还不错。菲佣可以住厨房，但是你住在厨房里以后，反正就不太好呗。
不算奴隶，你奴隶给他钱吧，而且费用每周是1天的啊。这个毛巾、床单、被套用烘干机烘干后非常柔软，如果晾干，毛巾就会越来越硬。哦，会是这样的吗？我一直觉得烘干机烘完了那个衣服也是，干了吧唧的，而且那个静电会很大，难道是这样吗？那回头我去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是不是以后有空间的地方去整个烘干机试试。吉利跟小米有啥好讲的？这个小米自主挖人这事儿是很正常的，对吧？吉利想坑他一把，这事儿也很正常，对吧？现在不光是吉利，现在是整个造车新势力，就把雷军都坑在里头了，对吧？这个上下封杀啊，底下是吉利啊，然后比亚迪上头是不对，说反了，底下是比亚迪，上头是吉利啊，就是极氪001，26万，极氪001那个车的配置非常的高。对吧？是26万，然后这个顶配车，不算顶配车吧，就是加配不加价。那这个对于小米冲高端来说是非常难的。西班牙火腿切成薄薄的一片啊，配威士忌，很棒，好吧？我对威士忌是完全欣赏不了啊，红酒还稍微能喝一点点，但是，威士忌还是一点都喝不了，就是反正喝过，但是没感觉好喝，没喝出味道来啊。这个。配橄榄、苹果、无花果啊，这个我吃过啊，这种吃法我是吃过的。苹果放弃做汽车了，怎么看啊？等我回头去研究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录一条节目给大家讲讲这事儿吧。西班牙火腿应该和云南宣仪火腿是差不多的吧？可以生吃。其实云南火腿呢是照他们学，但是就是我问过一些这种老饕客啊，就是吃货，他们反而是不敢买国内的火腿去吃的。这个 Web 开发将来还会有出路吗？还是转行 Web 这个 AI 方向？Web 开发它一直会有需求啊，这个当然你要用 AI 来配合你去做 Web 开发。烘干机好用啊，袜子烘干后跟新买的一样恢复原形。哎，这个是这样吗？巴菲特他们喝的是健怡可乐吧？还真不一定。你想他烟也抽啊，你不能有健怡烟吧？没听说过有无糖烟或者无尼古，那个他们是抽的是真烟吧？还不是电子烟。食物会因地区气候大同小异，不，它会差异很大。食物还是不同的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日本的可以蹭吃吗？这个不行，只能请我吃饭。这个观面相的话，海肠才有可能是蚂蟥的远亲，好吧？猪肉都不建议生吃，对，反正至少国内的是不建议啊。定好时间排队请老范吃大餐，哎，这是我最喜欢的，对。海鲜啊也是适量就好，这是一定的。海鲜吃多了以后会这个，就是腱鞘炎啊，就是我本来这个叫做什么，嘌呤就高，但是呢我并没有痛风啊，虽然手指就是这个，我现在比如握拳的时候，这个手指会有这个疼和胀的这种感觉，但是没有很严重的痛风。日本火腿可以生吃，生火腿也是咸的。哎，没听说日本吃的东西啊。竹笋炒肉是真好吃，儿时的记忆，在外头就不好找了，好吧？除了腌都鲜罗宋汤，还有这个浦东，肉皮汤啊。上海的肉皮汤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把那个猪肉皮炸了，炸的是很蓬松的那个状态，然后拿那个东西煮汤，那个确实很好喝啊，这个是我很喜欢的。这煮汤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啊，在四川有一道菜叫煎蛋汤，对吧？他把一个鸡蛋搁在猪油里边去整个炸的透透的，然后呢，拿剩下的这个猪油跟那个蛋一起去浇上水开始煮汤，然后煮完了那个汤奶白奶白的，极好喝那个汤。但是健康不健康这事儿咱不管啊，它是特别好喝啊！我还见过这个煎蛋配什么叫做松花蛋啊，配皮蛋配咸鸭蛋，这种3个蛋配在一起的这种汤
啊，然后再加上黄瓜配一些比较鲜的时蔬啊一起做，味道好极了啊！那个有女士在听课的啊，听咱们直播的可以去试一试啊。要学会自己煮腌笃鲜挺难的，我是不会做。但是我原来在上海上班的时候，我在盛大上班的时候，我去买过，在超市里买他们那个上海咸肉，那个玩意儿是真好吃。我买那咸肉怎么吃？把它切完了以后啊，像那个皮蛋瘦肉粥似的，我煮粥吃，对吧？把这个皮蛋啊，这个咸肉，然后再加上米，搁在一锅里头，弄一高压锅一煮，味道好极了，好极了那块儿。苹果不坐车了，雷布斯怎么办？人家现在不叫雷布斯，是人家现在叫雷斯克，对吧？腌笃鲜用的是春笋吗？我一直以为用的是冬笋，因为腌笃鲜好像是冬天吃的菜吧。不坐车才聪明啊，这个我觉得，我并不认为不坐车才聪明啊，还是，认准了就上，啊，这个你比如说马斯克，他是在谁都没有开始造电动车的时候他做了，这种人呢叫先行者啊，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这个有执行力、有这个胆识的一个人，是像马斯克这样，对吧？然后比如说像魏小李这样的啊，我发现这条路已经是正确的了，那我就卯足了劲往里冲啊，这就是标准的中国企业家的玩法。然后像小米这样、雷军这样的，还有一个是谁这样的？就是像这个罗永浩这样的，是我已经等别人把坑都趟完了，把所有路都趟明白了，然后我准备再进去玩一把啊。那么他们这些人就要承受这个后面的各种的后果吧。啊，去京都少谁这个，你们不要害我，对吧？儿时的哈尔滨红肠也是一种回忆，真好吃。哈尔滨红肠真不好吃啊，我是吃过几次，然后觉得除了咸之外没什么别的味道，也不香那个玩意儿。香肠我还是喜欢四川的那种麻辣香肠啊，而且一定要放肥肉啊，这个否则的话是不好吃的。隔行如隔山，不要去搞一些自己不内行的东西，啊，这个我倒是反对的啊。这个隔行如隔山是真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抱着敬畏之心去学习和理解。啊，有很多人说啊，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你不要去瞎说。这个我是从来不信的啊，这个就是配钥匙老师傅，你配吗？你配吗？对吧？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没必要的。啊，我们有敬畏之心就好了啊。说这个事情，啊，比如说雷军啊，我以前没造过车啊，我今天要开始造车了。对吧？我抱着敬畏之心，我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像雷军没造手机之前啊，这个小米没到小米之前，他也没造过手机啊，对吧？他原来做软件工程师的，对吧？然后这个没弄电视之前，他也没做过碰过家电嘛，所以这个都有头一回啊。这个不要想着这个不是内行的事情就不要去做，这个事儿是最要不得的，这叫固步自封啊。今年春节消费是真的降级了，主要原因是前年感染新冠后吃啥都不香了，这个可能也有原因吧。尿酸高啊，尿酸高，不痛风。煮干丝是淮扬菜吗？应该是，但反正我很喜欢煮干丝。然后包括上海的这个红烧肉啊，也是很香的。老饭这菜是杭州菜，反正在上海吃呗，本帮菜的菜馆里也有。我们西南那边人啊，本帮太淡啊，吃起来没劲。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口味啊，吃的清淡一点，要不然血压会上升的。你看这不是吵起来了吗？刚才有人说杭州呢，现在变扬州菜了，用的是春笋，好吧？烘干鸡冬天还是很香的。意大利应该不是这样吧？就是你想你在意大利，它那儿不是地中海气候很干燥吗？而且意大利有冬天吗？它那儿不是雨季旱季吗？不是因为在东南亚就是这种纬度，就是雨季旱季啊。不知道意大利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喜欢吃鱼香肉丝，可怎么也炒不出那种天津味儿。鱼香肉丝是川菜，怎么就天津味儿呢？这啥话呀？鱼香肉丝是一个化学反应，大概酒加上，不是酒啊，是那个醋和这个糖，还有这个脂肪再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会产生是一种叫芳香烃的东西来，然后那个鱼香味儿是那么来的。夏天没啥用，好吧？
烘干机空间没问题啊，直接架在洗衣机上面。哦啊，好吧，回头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烘干机确实软啊，而且会有太阳的香味儿。回头我们去研究一下啊。南方下雨下1个月根本干不了。如果有刚生的小孩儿啊，都是搞个火盆烘衣服哦。我是在上海住了2年啊，那反正确实是很痛苦。这个其他的就是冬天这个炒冷实在是难受啊。做选择的时候总是纠结咋办？我也纠结啊，多纠结一会儿没什么问题。这个是烘干机烘干衣服是毛茸茸的，特别柔软舒服。哎，这个看来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大煮干丝是扬州菜，扣三丝才是上海菜，好吧？让我来科普啊，需要放防静电的小纸啊，美国有专门卖的啊，毛巾和床单要放柔顺剂，不要太美好，烘干之后手感超好。哦，这样的。碧桂园被清盘了吗？没有吧？菲佣、印尼佣他们待遇不错的，周末放假啊，就都去海港城公园里聚餐、跳舞，回家啊，回家乡雇主还要给买机票。买机票这事儿我没听说啊。这个冷凝式烘干机没见过这东西。本台有向美食节目转型的趋势，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但是美食节目这事儿呢，我也不太想坐在这儿跟大家吃这个玩意儿，对吧？吃播其实是对于设备要求和空间要求很高的，你必须要打光，要不然就会很难看，对吧？这个做呢，我又不太会做，都是我老婆做好了，我只管吃就完了。而且我做很多东西都是这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啊。来日本喝啤酒吧，朝日这个我是啤酒不行啊，这个我喝啤酒完全没感觉。烘干机最大的好处是动物毛发，这个吸得干干净净。哎，啊，你的意思就是养猫养狗完了，那个动物毛发在烘干机出来以后就会没有了吗？它是烘干机啊，它也不是吸尘器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没想明白啊。刚看了新闻，美国那家生产人造肉的公司销售业绩不错，股价翻倍。人造肉我真的是想不明白啊，这事儿为什么？怎么还很贵那个玩意儿？怎么从技术人员转成投资人啊？是需要先有钱吗？不是啊，你以为投资人投的是自己的钱吗？这段时间一堆人在支付宝基金页面晒赚了1辆车，晒1年工资的截图，而且图片都有的包浆了。他们这样推荐基金是想忽悠别人买高价格嘛？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我支付宝我是不怎么在上头买基金的。日本超市很多切好薄片的平价火腿卖，混在蔬菜里，再加橄榄油，不错啊。但是我没听说日本产火腿这件事情。3蛋蔬菜汤那是粤菜里的上汤菜吗？还不是啊。我知道是，比如上汤娃娃菜、上汤什么这个东西，但上汤菜算粤菜吗？我还真搞不清楚。刚才我们讲那个煎蛋汤呢，我不知道确定是不是川菜啊，但是我是在川菜馆第一次吃那东西啊，湖北都有。现在其实大家随着流动嘛，这个菜系在相互的混合嘛。刚进来感觉吃播频道吃的，我们因为把读评读的差不多了嘛，所以就是在稍微的聊会儿天啊。造车最有毅力的是贾跃亭啊，还在蹦跶。这个真不知道该咋说这事儿。日本的豆腐乳非常麻辣，非常咸啊。豆腐乳我最喜欢的是广和豆腐乳，好像是广东那边也是辣的啊，非常棒。白腐乳。这个鱼香肉丝的核心是配料的豆瓣酱。鱼香肉丝放豆瓣酱吗？我怎么不确定这个事情？冲绳啤酒最好喝啊，有啥特点啊？这个等你们自己去研究。天津改良版鱼香肉丝啊，笋丝换成土豆丝，好吧。我自己煮面就是白水面，加一点点花椒油啊，放干辣椒面啊，就这酸辣的泡菜。
我就能吃不少啊。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吃法。肉皮炸后叫发皮，我还真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啊，但是反正我很喜欢那种炸肉皮的汤啊。雨季也比较短啊，看来地中海气候还是一个比较干燥的气候，南部基本上没有冬天啊，南部应该就是靠赤道附近了吧。证实啊，直接烘干也很美好啊。烘干器有空气滤网啊，记得要定期清理，好吧？烘干机里面会有空气流动啊，感觉跟空气炸锅的原理一样。嘿，那我下次洗什么东西搁我们家空气炸锅里试试。这个试吃过人造肉完全没问题，只是营养配给的量的问题啊，好吧？冲绳啊，这还在研究啤酒，对年轻开发者有什么建议？年轻开发者多参与开源项目，多贡献开源代码，多与开源社区进行沟通和交流。脑机接口初步实现了，是不是意味着人类进入了赛博朋克时代？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脑机接口这个事儿还是要再等一等。我觉得人形机器人会来得更快。来杭州请你吃腌笃鲜，腌笃鲜是不是冬天吃的？是不是夏天就没有了？因为我记得是这样啊，这个杭州有机会去。喜欢喝白酒吗？我白酒里头可能除了茅台还能喝一点，其他就不喝了，因为本身喝也喝不了多少。这个其实白酒是一种穷人喝的东西啊，这个以前一直到解放之前，中国的就是甭管是比较有钱的人还是中产，都是喝黄酒的啊，那个东西养生。白酒呢，是因为黄酒是用粮食酿的，然后3年自然灾害呢就没有那么多粮食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用高粱啊，用一些这样的东西去酿这个白酒啊，而且最早的白酒都是穷苦力气人喝的，对吧？因为它这个东西有劲儿嘛，你只要喝一点儿，然后它就酿着又便宜，然后这个又有劲儿，对吧？那白酒一开始是这么来的，这2年呢，白酒才慢慢的变得贵起来了。将来或者孩子考虑移民嘛，啊，这个努力啊，现在太穷，等你们都充了会员，我就移民了。这个烧肉切片儿，姜姜蒜葱水上锅蒸熟，然后蘸这个是然后是什么啊？这个变蒜的醋啊，然后呢一点儿不腻啊，很好吃，好吧？这个蒜泥白肉我也是比较喜欢的啊。有房产投资或者股票吗？赚的钱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啊，我穷得很。当年郎咸平的节目上就说了，看不懂贾跃亭要干什么，我也看不懂。植物肉应该是大豆做的，现在还不是啊，以前是有大豆蛋白做的这些植物肉，现在呢应该是用基因工程或者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做出来的。来洛县请这个老范喝茅台，洛县是哪儿啊？难道是洛杉矶吗？好吧，这个以后有机会去啊。好啊，1个小时40多分钟了，我们今天又聊了半天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周3晚上8点继续读评论，然后本周五看看有什么内容要跟大家聊吧。好啊，本周五晚上8点，如果不出意外，还会有一期直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再见。